臣赵普，昧死之言，请点检，念天下苍生，请点检即皇帝位。请点检即皇帝位。赵殿检，三关告急，还请赵殿检早做准备。英剑在前，这大道可不是什么幸运的东西。大哥，想好该怎么做了吗？传赵普。北平郡王，太原令公刘知远，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？刘令公筹谋广大，技艺深远，下官不敢妄言。你呢？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？大郎，去将那名盗旗取下来。这天冻死了。是啊，大郎喊我们来干嘛呀？不知道啊。这外边天这么冷，二郎这要去哪儿啊？二郎去外面守着，以防万一。进来，来，坐。今夜要谈何事啊？竟要如此谨慎。诸位，近日可听得京中谶言？出军之日，当立点检为天子。既有谶言，便是天意。天命既定，自当通晓全军。立点检为天子，诸位是同意还是反对？老子同意。这谁要是敢不同意，老子现在就弄死他。我也同意。立点检为天子。立点检为天子。令公，令公，请留步。你要拿我吗？人须有自知之明，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，但我知道有人能担。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败节制。父亲心中可有所爱？古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乱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作也。”阿兄，子时了。大郎，外长已经准备妥当。
天下丧乱，神器无主，契丹难来。诸将性命富贵，不能系于皇口孺子。臣斗胆，请太尉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建作天子，以安社稷隶属。秋高马肥之时，契丹不曾南下，而今天寒地冻，草木不生，他们反倒南下了。他们的日子不过了。太原一遭，澶州又是一遭，今夜这是第3遭了。欺瞒天下人的鬼话说了1次2次，还有人信？今夜再说，是欺人还是自欺？可以做这个天子，却不是为了尔等的富贵，而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不必有今日这一遭，是为了这个纲常颠倒、太阿倒持、苍生离乱的世道再不要回来，是为了2代先帝辛苦覆没了10几年的破烂天下，能像个样子。今日我许了尔等的拥立之功，却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也立不得这样的拥立之功。如此，你们还要立我为天子吗？臣生于末世，长于离乱，能得奉盛世之君、太平天子，是臣之幸，三军之幸，万民之幸，天下之幸。请陛下提黎庶之谦呢，兼作大宝。陛下，万岁万岁万！既然如此，诸君许允我3件事：其一，入城之后，我得敬让公事大臣；其二，入城之后，我得劫掠奸淫；其三，入城之后，我得善杀异人。因此3事，这个天子我便做了。若不允此3事，虽万死而不能从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典简为归德军节度使，镇宋州。殷商苗一封，社稷为宋。今3军用命，天下归心，当以为神器之主。臣
赵普，昧死之言，请点检，念天下苍生，请点检即皇帝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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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宋天子万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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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元960年正月，赵匡胤与陈乔义发动兵变，率军围师边境，即皇帝位，定国号为宋。朱全忠以梁代唐，李存勖以唐代梁，石敬瑭以晋代唐，刘知远以汉代晋，郭威又以周代汉，绵延5代。如今他赵氏以宋代周，不过是依样葫芦，司空见惯，不足为意。赵家大郎素来以忠诚、厚道、仁义、血勇著称，如今竟然也做了篡臣，思之令人唏嘘啊！心里头不太舒坦。没什么不舒坦的，人总是会变的。是他们变了，还是你变了？怕是我们都变了。天底下最悲哀的事，莫过于此。今南、湖南皆以遣使汴京，称贺入贡。金陵李氏父子送去了10车珍珠宝贝，3个月以来，几乎每月都要打发使臣入京奉表，言辞悲曲。赵匡胤当世英雄，当年在寿州义军破石营，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。他李氏是怕惹恼了他，回义军南下，杀了南唐这只鸡，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。大王，奉表称臣之事，不宜再迟了。大王，善事中原大国，是祖训，亦是国策。当年在汴梁，孤与归德军节度使以兄弟相论，尊其父赵弘殷为叔父。如今他错了中原天子赵家，便是天家，于尊于亲，理当避讳。孤名字里的这个“弘”字，不宜再用。自今日起，更名钱处。大王只说了要避讳，何时奉表，何时称臣，何时纳贡，却只字未提。此乃国之大事，大王切不可任意而为。王妃当见之。你还不去睡啊？你也没睡啊，还来管我？我没事。还说没事。
整日间神思不属的，也不肯说句明白话给下面的人，弄得那帮相公太尉整日疑神疑鬼。你这分明啊是又钻牛角尖了。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你是谁啊？你是钱家九郎。纵使已经做了10年的国主大王，官拜尚书令、天下兵马都元帅，那又如何？九郎就是九郎，热血、义气、侠义担当。但凡是他想不通、不认可的事儿，挑老子来说也没有用。吴越之地是中原大国，这是祖训，也是国策，这些都不假。但是有一条，须得我家九郎认他才是大。我只认你。李家又送了10车东西来。是啊，这已经是今年第3次了。照例赐5加冕。臣奉诏。吴越亦然。陛下，吴越并不曾。朕知道，赐南唐多少，便赐吴越多少。另赐国信。臣奉诏。赵翰林学士。这封信，朕自己写。大王，这已是第8封国信，于情于理，大王都不该无动于衷啊！大王，沈相公这是谋国之言，御笔亲书国信，大王当亲笔复之。顾不善文墨，回信就你们俩替孤写吧。晚间阅读太伤眼睛了。大宋翰林玄是院看印的，皇舍有人往来监视权贵府邸，见了藏本，阿弟前人腾而来的。困了，睡觉。传教。在。丞相府和通卢院，你就称臣表彰，准备贡品，以元帅府判官为贡使，出使京师。诺。李崇进谋反，是不认朕这个天子。朕当亲征扬州，让他再好好认识一下，何为天子之威。召兵前往，请吴越出兵润州，遥为牵制。告诉九郎，朕想他了，愿能会晤于江上。诸位相公，调遣兵将，出军马于润州，以应王师。大王，天子请大王会晤于江上。哎呀，孤身子不爽烈，此番不亲征了。臣参合吴越国王前出，因需义志，无人陈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臣殿中侍御史王晃。范相公，臣在。如今最远的县在哪里？接州、福津。殿中御史王晃，初为监福津9税。吴越前王的忠义，岂容宵小之辈挑拨离间？辽遣都营校一案已查问明白，指挥副使程越贪墨兵饷，
倒卖军资，苛问士卒，以至于激起变乱，致河都对头以上官佐6死11伤。内都监属依刑律拟了问剿，为其祖父顾太师、张义军节度使程吉追随武肃王开国有功，宜酌情减免，为司恩赐上出，故没有恩免于他。让陆彦珠拿着先王那柄刀，将他拖到老太师墓前，砍了。是。启奏大王，安国义警军有急奏，七郎废王病重。七哥，我在。七哥安心，有小弟在，绝不会让阿嫂和侄儿们有一时之忧。阿平，大王，叫阿爹。自今日起，阿俊就是你亲弟弟，阿南就是你亲妹妹。臣，儿臣叩谢父王。阿平很好，犹如六伯父之风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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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。通如愿你教。臣奉教。孤的长子为质，聪慧守礼，读书有成，居长有范，着授内衙诸军都指挥使，判军粮营田氏。大王，臣奉教。来，父王，叫阿爹。阿爹，军粮、营田，皆关乎军国大政，儿不懂，九章学通了吗？粗通而已。那便够了。这是你们的长兄，阿平。阿南见过大郎兄，这是大郎兄，还不快行礼？阿俊见过大郎兄，见过阿妹、阿弟。些许心意，阿妹、阿弟莫嫌粗薄。阿南谢过大郎兄，阿俊谢过大郎兄。兄弟姊妹，要续长幼之序，更要续敦爱之礼。随着年纪长大了，各自生了丘壑，坏了家人情分，阿爹可是不依的。儿子谨遵阿爹教诲。女儿谨遵阿爹教诲。是。阿平，确实可怜。你既是想好了，日后却不能反悔，更切忌偏心。你这话确实说的有意思。
是怕阿平有三哥半灭的下场吗？阿兄有母亲，大哥有五伯父，各有倚仗。阿平却是什么也没有。懂了，你放宽心。我不是阿爹。公元964年即乾德2年11月，宋太祖赵匡胤以后蜀勾结北汉、图谋换境为由，前大将王全斌、刘光义统兵6万，分北东两路进讨。后蜀军顷刻溃败。次年正月，后蜀主孟昶出降，然宋军主帅王全斌下令虐杀以降蜀兵近3万人。此等骇人暴行，历使蜀地民心背离，激起大规模兵变。消息传开，江南诸国震撼，宋之统一大业亦为此蒙上阴影。孟氏举城而降，蜀地人心未服。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而反，自称新国军节度使，蜀人多有响应。蜀地17州风声鹤唳，颇有动摇之势。王全斌，该死啊！陛下，大军在外，不宜处置兵捆之将帅。下诏申斥，多期节钺，命曹兵刘光义占领中军。陛下，若不是他杀了那3万降卒，蜀中能有这番变乱吗？3万人呐，那可是3万条精壮的汉子，便是拉去垦荒，顷刻间也能垦出万顷良田。3、5年间，朝中可多出上百万户的粮米捐赋，更别说，在这3万人的身后还有数十万的妇孺。孟氏依然降了，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呐。王孟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十年，人丁户口颇有滋生，粮秣甲仗多有机灵。取益州之资财，充当政治军事，此乃朝廷的国策。可他王全斌倒好，一通大杀，杀得田亩之间再无劳力，杀的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。再加上全师雄这一乱，蜀地要是没个3、50年缓不过这口气啊，朕只怕天下都定了。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。100年、200年，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。陛下息怒。他杀了3万人，以天下300年之大祸患。朕没有当即砍了他，依然是看在阿爹的面子上了。